父亲，明珠自愿入将军府为婿。清越元年，礼部尚书顾承远科考受贿被查处，与北境戍边的长栾大将军卫领奉皇命回京承办陆家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站住！是罪臣糊涂啊！求魏将军，看在咱们两家世代交好，还有婚约的份上。婚约？当年我们魏家遭难，小侄跪在顾府门前求您救救我病重的哥哥。您可是说庶民之死，官无何事的。小侄在战场上九死一生，可都靠着您这份恩情撑着呢。本将军也不是见死不救之人，只要顾大人供出幕后主使，一切都好说。将军，此事绝无他人指使，都是罪臣一人所为。顾大人可真是块硬骨头啊！李杰，下官替二位算过了，下月初5是个好日子，宜嫁娶。将军，我们明珠怎可高攀将军，成为将军的夫婿？还有将军，顾大人错了，清越律法，罪臣之子，该当沦为赘夫。你这是借机报复，羞辱我们顾家呀！报复！大人今日所受的羞辱，可不及本将军当年承蒙的万分之一。老爷，顾二公子过门，顾府一家老小性命无虞，便是聘礼。倘若大人不愿，怎么做，大人自己选。父亲，明珠自愿入将军府为婿。明珠，父亲不必多说，明珠罪臣之子，奄奄垂绝，幸得将军不弃，理应感恩戴德。没想到顾大人常年藏于府中的是个病美人啊！将军喜欢便是最好。外面皆传我茹毛饮血，面目可憎，你不怕我吗？将军愿意救我顾家，如此菩萨心肠，怎会面目可憎？这个就当做是本将军的聘礼了。这小身板怕是不经下吧？将军亲手做的镯子，明珠很是喜欢。3天，我再给顾大人3天的时间，小侄就静待顾大人佳音了。不出3天，顾承远这个老东西一定会把他背后的二皇子供出来。走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李杰，哎，过来过来，帮本将军念念这清月小报上都写了什么呀？霸道将军强娶病弱公子，趁他病取他命。这许久不回京，这城里人挺会玩啊！这不是把好人家往火坑里推吗？我这就去宫里打听打听，看看哪位将军行事这么大胆。将军，您不必打听了，属下正要和您说，顾公子他同意您的提议了。什么？
同意。所以这个霸道将军指的应该是您。那怎么办呀？你不说这顾老头爱子如命吗？那我哪知道他是个亡命之徒啊？连您这样的都敢嫁？我。魏将军，小人顾明珠来嫁你了。别动，你就站那儿，别往前了。你来嫁我，可带婚书没有啊？10多年前的婚书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来？琪琪，婚书。魏灵，顾明珠，良缘缔结，定成佳偶。本将军还未准备聘礼。这都是明珠这些年苦心积攒，还望将军不要嫌弃。那，将军不必多说。是将军亲自说的，只要我们家公子进了将军府，便会放过顾家。如今可是反悔了。七七，出去！将军，我们家老爷嫌公子给将军做赘夫丢人，已将公子从族谱里除名了。我们家公子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了。七七，不可胡言，将军一言九鼎，一定会信守承诺的。血，公子，你怎么吐血了？这就是当大官的，把人家弄得家破人亡了，最后说一句不要人家就不要人家了。还将军呢？我看呀，也不过就是个言而无信之徒罢了。将军，祝国公和一些武臣老将正赶过来为您贺喜呢。什么？您刚回京，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呢，万不能因小失大。哎呀，先给我找他媳妇去。顾明珠，你最好给我想清楚，你敢进这个门，我魏礼绝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。大人，明珠命贱，吃不到好果子。将军，夜已深了，小人来扶持您休息。你这病秧子胆子还不小，我有你父亲的债，你偏偏要起进来。不过你长得倒还算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你还能活到几时啊！这病秧子疯了这！外面皆传青月战神是个嗜血的怪物，如今一看，倒如同白纸一般。你这是在取笑本将军？不，小人是欣喜。将军要小人还债，小人早已做好准备。别动！再动，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。莫非将军这功夫不勤加练习，生疏？那你怕疼吗？将军一切随心，不必担忧小人的。哎，那就好。他不会死吧？这顾二公子体弱多病，您这一撞怕是会死。阁主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禀阁主，属下已将顾家人藏于阁中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擅闯尚书府！吵死了！本座近日在阁内待得烦闷极了，便想出来寻人解解闷。顾大人不会介意吧？招魂散，婚礼，青天白日归其命。你难道是令阁阁主将军？顾大人好眼力啊！那这……啊，明珠，你这贼人，把明珠怎么了？顾大人，明日魏将军便会前来抄家，您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。不可能，二皇子，他说会保我的，他不可能弃了我。前有狼，后有虎。顾大人，若是这棋局上也没有你的位置，你何不考虑来我这棵槐树下避一避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从现在起，我就是顾家二公子顾明珠。顾家人还有用，
严加看守。是，阁主，二皇子想见你。怎么，本座现在修的是菩萨心肠，想见就能见了？还是他以为手里握着本座的缓命药，便可以随意驱使本座了？阁主，本座今日并未在威廉身上找到艳遇，恐怕还需要些时日。只是不知我这寒毒还能撑多久。那阁主若是发作，放心，本座死前也一定把你杀了陪葬。阁主，这个魏将军武功高强，勇猛好斗，您千万小心。是吗？本座倒是觉得他有趣极了。将军，你醒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将军还在和小人见外。昨晚我们不是将军在上，小人在下，共赴云雨了吗？昨天就是把他撞晕了，也没带他去哪。什么约啊约的？说什么呢？好好好，将军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来，哎，别动，我自己来。那小人这就去安排早膳。早膳？嘿，怎么会这样？顾二公子入府后，顾家人就都消失了，属下至今还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下落。哎呀，事情办成这样，我可如何向皇上交代呀？将军，二皇子最近和令阁走得很近。据属下所知，令阁的新阁主江卷喜怒无常，手段残忍，行事也是诡谲难测，绝无可能轻易被二皇子掌控。但此事若是真的，那令阁的情报网和暗杀对他来说便是非常大的助力。不论真假，我已经筹谋了5年，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为太子殿下平冤昭雪。所以这个江卷不能活。这过年了吗？将军常去北京，小人便特意依照将军的口味做了些吃食。将军，您快尝尝。还算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将军，是味道不好吗？这岂止是味道不好，翻脸的骡子都不是这玩意儿啊！小人常年吃药，早就已经损失了味觉。但小人一直都有个心愿，便是希望能为心爱之人做顿饱饭。还真是个可怜人。行了行了，我常年在外也是饥顿饱一顿的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不许我下次啊！将军放心，小人一定会更加努力偿还您的恩情的。将军，天气炎热，要多喝参茶，保重身体。我在哪儿呢？将军，小人只是想帮忙喂食，没想到……什么？就一个早朝的功夫，怎么就生个龙了？龙里无鸟，府中有，以后小人便来做您的嫡鸟。将军，都怪我太用力，一不小心就……你以后待着就好，什么都不要做。将军不计前嫌，救小人的家人于水火，如今又对小人如此疼爱，小人真的无以为报。不用报了，我真的不需要你报。您不必多说了，明珠虽病而不堪，但就是舍了自己这条命，也要加倍偿还您对我的恩情。将军，来。将军，哎呀！将军，小人今日该侍寝了。将军，将军，小人该……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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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人要侍寝，您等等我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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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这是怎么了呀？怎么病得这么重啊？李琦，我快不行了，快把我和太子殿下葬到一起，让我这罪臣生生世世守护太子殿下。将军，这个属实有点为难我了。太子殿下去年被移到皇陵去了。
顾公子的药喝完了。能把我的俸禄都留给贾大夫吧？哦，对，那个药渣子给我留着点啊，我冲冲水还能喝。是将军。哦，对了，顾公子听说您病了，还说要亲自过来为您喝药呢。啊，将军，没事啊，将军，我一定把门给收好，绝对不会让他进来的。我算是知道这顾城远为什么受贿了。将军是我马半生的积蓄啊，就这么给那病秧子操没了。我这……将军，您喝水。这是天天把包大挂嘴边上，我看他是铁了心要把我往坟堆里抱啊！这是搁府里供了尊佛，送没地儿送，扔没地儿扔，本来还想着他那样活不了几年了。跟他夫妻一场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他，最后一定给他风光大葬，那棺材铺的我都看好了。现在看谁先用还不一定呢。将军，咱们不能这样，咱们得让他知难而退啊！他不是要侍寝吗？那咱们就让他侍。将军，这样。将军，小人来侍寝了。顾公子可让本将军好等啊！顾公子自己挑起来的火，那就你自己来灭。还真当本座是个陪睡小厮了。看来这些日子你还是过得太舒坦了。将军啊，你要好好睡，等本座找到了颜玉是从这儿杀了你呢，还是从这儿呢？唉，这傻子到底把颜玉藏哪儿了？殿下别急，臣罪该万死，臣万死难恕其罪。难道是噩梦吗？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，让你在梦里都要一遍遍的说着罪该万死？你口中的殿下又是谁？本座这是被踹下床，那你就别怪本座了。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是……不打紧的，只要将军能开心，让明珠做什么都行。哎，公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事。公子，您这腰，您该不会跟将军……不怪将军，是明珠。这一大早上也没看到小病秧子，看来李琦这招还算有点用。哎，你看，将军昨晚把顾二公子……哎，你扫地，扫地。李琦，哎，这今日他们看我的眼神怎么都怪怪的？将军还是问问自己吧。我，哎呦，将军啊，该怎么说您好呢？属下是让您吓退他，您倒好，还假戏真做上了。你说什么？抽空去看看顾公子吧，怪造孽的。哎，行了，你别动了。听说明珠身体不适，无法起身迎接。你这又是怎么了？将军，你明知道我们家公子这身子怎么扛得住您这么……这街头巷尾都传遍了，说魏大将军久旱逢甘霖，对我家公子霸王硬上弓，一夜之间做尽天下荒唐事，把我家公子弄得只能扶摇出门。这不胡扯吧？我弄他什么了？我顾明珠，你自己说。是姐姐，不怪将军，是明珠自己不中用。你不知廉耻！在庭院做比翼鸟，在地院为连理枝，只要能和将军朝朝暮暮长长久久，顾明珠什么都愿意，你又何必介怀呢？你好啊，你有种！将军，真是有趣。姐姐，这些瞎话传的，本座可是愉悦，重不重有赏啊？阁主，您这不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吗？这些名声是顾明珠的，又不是本座的，本座当然不介意。这些日子，在这魏家没找到银玉，恐怕还要些时日。
看来是得见见这二皇子了。属下这就去安排。等下，先去查查魏灵与当年新太子叛国一事有何关联。是。顾承渊可真叫出个好儿子，这个气死我了！将军，皇上差人送来一些补品，还特意叮嘱您凡事量力而行。话说回来，顾公子做这些到底图个啥？他图什么你不知道吗？他当然是图本将军的那颗赤诚之心啊！他爱而不得，他就想和本将军干脆玉石俱焚，还什么久旱逢甘霖，久旱逢甘霖。好啊，那本将军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久旱逢甘霖。来，喝，干了！是。今天你们只要把本将军哄开心了，金银珠宝那是要什么有什么，是不是？来，多谢将军，来，喝。您在做什么？你们看呢？这就是本将军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坠夫。怎么，你也想陪本将军喝上一杯？将军，你喝多了，别喝。真是扫兴！我告诉你，你是长得很美，但美人本将军要多少有多少，不缺你一个。为什么留你在这儿？只因为你是顾家二公子，父债子偿。要想继续留在这儿，那你就得受着。来，继续，来，继续，吃菜，这么好吃的菜啊！来，谢谢将军。来，满上。将军要您小人走，只说便好，何必要喝这么多酒伤自己身体呢？望将军日后诸事皆安。将军，您这么费尽心思的逼走顾公子，又是何必呢？他如今又能去哪儿？本就是不该有交集的人。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如今这北部水患严重，已有大量百姓遇难，诸位可有应对之法呀？我命来！本王倒是觉得，淹死肯定是不行的。魏将军，您这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时辰报时了，而殿下请继续。如今百姓依然是流离失所，竟然还有山匪和羌胡人趁乱打劫，谋财害命，甚至好几个偏远镇子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情况。本王倒是觉得，当下的重点应该放吃人。魏灵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时辰逾越了，而殿下恕罪。许久不见，魏将军，以为能有所收敛，没想到比起大哥在时，更为放肆了。听说驻守边关的将士条件恶劣，迎风吃树皮，怕是早已和畜生无异了。本将军这些年确实把肚子给吃坏了，是有些隐疾，所以本将军，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出宫。议事大厅不可玷污，快给魏将军让路！李尚书，方才二皇子同我说您忧心水患，若是赈灾有需，愿意倾囊相助。二皇子英明，二皇子忧国忧民，实乃我轻略之幸。都办妥了吗？已经办妥了。我看一看。别废话，把身上值钱的都拿出来。钱你们可以都拿走，但我这镯子不能给你们。好啊，那就别怪兄弟们不给你们留缺失了。没事吧，将军？他都说了不给。臭娘们，也都怪些事。这可是你先动的手。魏某上有一官半职在身上，杀人还得顾念着天家颜面。你说什么？本将军现在要弄死大理寺可管不了。不错呀，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啊！李琦，别浪费人才，这几个送去北部收地吧。是。走，回家。等，将军清醒。活该，他们抢，你给他们就是了。这是你送我的聘礼，不一样的。明珠时时刻刻都在想将军何时会来寻我，见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只是不想有不义之事发生在我镇守的疆土上，所以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在府里待着，
你要是死了，本将军可没钱给你送葬。将军的意思是？我从未想过报复你。我和你父亲的恩怨，只在于我有必须完成的事情，他也必须要受到国家律法的制裁。再加上你如此柔弱，我只是怕你。还疼吗？我疼，但是没有以前那么疼了。将军，吃饭了。先吃饭，凉了对身体不好。阁主，您终于要杀魏将军了吗？属下觉得魏将军人挺好的，那个李副将军也不错，要不……阁主，二皇子约您在望江楼见。二殿下，请。二皇子约人，向来都是这么姗姗来迟的吗？实是公务繁忙，公务繁忙。江阁主见谅，本王自罚一杯。主持本王的礼物，江阁主可还喜欢？那本座的礼物，二殿下可还欢喜？来人，来人！本王帮你寻药，你帮本王夺位。江阁主如今这样做，莫不是之前的约定都不作数了吗？二殿下是以为本座眼瞎，看不出那几个鼠辈是做戏，还是真动了杀心？你若是杀了他，是要本座去当一个官夫？本王并无此意。如此甚好。本座本就无心理会你和我夫人之间的那些陈年旧事，但是本座这个人护短的紧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本座可就不确定自己还会发什么疯。若是本王偏不呢？那本座只能预祝二殿下早日登基。哦，不对，是早登极乐。本座常杀人，不常说话，如果有冒犯之处呢，还请二殿下见谅啊。时候不早了，本座新婚燕尔，不好离夫人太久，就先告辞了。将军，你别忘了，若不是本王帮你除掉了仙阁主，岂有你今日的地位？所以殿下还能站在这里说话呀。殿下，这你再来晚一步，便能被本王收尸了。属下无能。殿下，那将军如此疯狂妄为，不如让属下带人杀了他。杀？你能杀得了他？本王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，既然这条狗反咬主人，那就让它好好受受这尸骨之痛吧。不过当下最棘手的是那个卫理，他既然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回京，肯定是早已做好准备要给太子翻案了。属下官多嘴，当初就不该心慈手软放过他。砧板上的鱼，杀与不杀有什么区别？不急，算着时间，老石可快回来了。这不是春学宴吗？我们将军读书少，说白了就是个文盲，参加这种宴会自然十分煎熬。李琦，你以为你刚刚声音很小吗？等到进了宫，那帮老头估计要吟诗作对好一会儿呢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饭。不会，别人家的赘婿都香香甜甜，还能暖被窝，你还能干啥？我也可以，只是将军，今年的樱桃快开了，也不知道小人还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。胡说！本将军还没让你死呢，阎王爷他敢招吗？若是你能活到今年樱桃盛开，本将军就勉为其难陪你同看吧。
李琦，走。你看，枪武小王爷带了2个学士，非有比试一二。哦，咱都输了1局了。如果这一把再输，真就丢人丢到枪湖边了。你看看他圣上那脸色。李琦，皇帝陛下，贵国的对子我们羌吴赢得轻轻松松，我们的对子你们却打不上来。清月这文运怕不是要到头了吧？哈哈。哟，魏将军，本王听说魏将军当年战败后便停止戍边，既然仗打不赢，这字总该认得一些了吧？啊，哈哈哈哈。哦，对了，刚才的对子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魏将军可有什么好的解法？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无耻。好对子呀！上联缺一，下联无耻。这好对子，你是谁？对得真好。吟诗作对，本就是我们清月的长项，连小人这样的入赘夫婿都觉得实在是胜之不武。不如咱们换种玩法，比试一二。谁要跟你比？见过陛下。王爷。那你想比什么？众人皆知，羌吴与清越边邻小国，目齐地势复杂。我们就比1炷香时间内，谁能把这幅地图完整画下，且毫无错处，谁为胜？如何？比就比。圣上，小人愚笨，自知与王爷比试不了。不过在场倒是有1人能与王爷一较高下。哦，你口中之人是谁呢？长鸾军主帅，小人之妻魏岭。陛下，比试不可儿戏呀！魏将军哪里认得什么字？这比的不是魏将军一个人的输赢，而是我整个清月的脸面呐！李尚书，咱们静观其变。王爷，二皇子那边差人过来了。他让本王在大殿受如此大辱，现在居然还有脸来见本王，让他们给我滚！那二皇子那边，我管他什么二皇子，本王就说这些清月宰羊信不得，但他偏不信。臣倒是觉得，清月皇帝脱掉魏岭回京，此次二皇子又失信于我们，会不会是他们察觉到了什么？闹不了就他们撕破脸！哼！如今趁魏岭归京，我们尽快出兵，把他们清月措手不及。哼！到的时候，清月的粮食、土地还有女人，哈哈哈，都是我们羌吴的。看来你这小兵秧子还是有点本事的。那些将军大胜羌吴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怎么知道我能画出那张地图啊？对呀。小人每晚都见将军将自己锁在书房内，一遍遍临摹各国的军事图还有地质图，恐怕明珠今日拿出任何一张图，您都能分毫不差踏下来。众人皆以为将军虽为猛将，却毫无智计，但鲜有败绩，又怎能只靠骁勇善战？嗨，我脑子笨，只能更偏，更不怕死。更何况身为义军主帅，便要担义军之责。我可以不怕死，但我的将士们必须要回家。是，将军是不聪明，但唯有这样的将军最得我心。我当是谁在东宫门口乱吠，原来是叛家之犬。魏将军呢？魏岭见过刘学士，晚辈一不留神走到了这里，这就离开。把这里清理干净，真是晦气！晦气！当年新太子被软禁时，您作为家臣装聋作哑，如今倒是敢对太子旧臣出言不逊了。你，我们将军不欠你们任何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提新太子？你竟然拦我！魏岭见过越王殿下。本王讨死3匹战马，都未能赶上我这前任主帅大婚。
原来他金屋藏娇的就是你啊！看来魏将军有了新人，便把前主子忘得一干二净，任由他对太子哥哥随意智慧。朕没忘，朕此生此世都不敢忘。顾明珠，跪下！将军，我说跪下！你以为你和这清月成千上万被他庇护的子民有什么不同吗？他不过是可怜你，你却当了真。你们给我好好看着，这雨怕是要下大了。从一声风不换尽小曲，浮生动身有几场你雨。舅舅，我们公子的身子受不住的呀！该死，竟然是这时候！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风寒风悲喜相来，心中尽是你。像春风进去摘来，叹息天边，水中浪月。我这就带你回去。待未到丑时，越王殿下有什么事，冲卑职一个人来，不要殃及无辜。走，魏将军这是心疼啊！像魏将军这般无情无义之人，竟也有心。背尽年寒，魏将军戍边5年，可还好不好？臣过得不好，请越王安心。这是你欠本王的，你这辈子都欠本王的！哼，一个叛臣还妄图过什么太平日子？他是什么人，你们也配说？再让我听见任何诋毁魏将军的话，洗净你们的脑袋！本王随你不死不休！大夫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将军，顾公子这是寒毒之症啊，恕老夫无能为力。除非将军能寻到稀世珍宝颜玉来入药，或有一线生机。颜玉？也不知道这颜玉管不管用。阁主，你醒了。是将军用颜玉入药为你解了毒，我这就去叫将军。云珠，如此珍贵的颜玉，你就这么……你的性命胜过一切。不过也确实很难再找到那么好用的刮痧板了。刮痧板？哎呀，这都不重要。你跟我来。云珠，之前承诺过与你一起看金桃，但这玩意儿没得太快了，这不给你存了钱。若是你不嫌弃，往后都与本将军一起看吧。是将军用颜玉入药为你解了毒，你的性命胜过一切。他不过是可怜你。将军可知，与我看金桃是何意？将军可知，年年月月都与我看金桃又是何意？明珠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？就让我这样的人抱着期许的活着呢？因为我试过了，我只要你活着。
所以将军的许诺，究竟是强者对弱者的怜悯，还是只属于我一人的蜜糖砒霜？怎么回事？真是长本事了！本座都出来这么久，他竟然都不来寻我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霸道将军爱上我第8卷手机，还有魏将军感情书画本都有啊！魏将军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欣赏的。哎，狗子，要不要来本书啊？这是何物？自从那日魏将军街头救父，他的杀虫因子就迷倒了万千清月少男少女。哎，霸道将军爱上我，还有专命我的萧月王，都是魏将军的帮手搭档组合。哎，要不要来一份带回家呀？淫词滥调。哎，来呀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霸道将军爱上我，哎，客官都是欣赏的。把将军和顾明珠的全部给我包起来。好，你那好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各种魏将军情感实录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哎呦，专命我的萧月王早就给客官您备好了，来得好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！第8卷我搞到了。那这难道就是市面上一本难求的霸道将军爱上我？七七老弟，七七对我李琦这般好，但我却……罢了，七七老弟，今日就算一死，我也要让将军知道，我与七七老弟早已亲如手足。义兄，七弟。李杰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江七七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东西就可以贿赂我。我李琦的意志不容你腐化。以后你给我注意点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七七，你先忙去吧。对不起。李琦，过来，问你个事儿。你说这蜜糖砒霜是何意啊？砒霜？顾郎君不会是想寻死吧？顾明珠轻咬上唇，眼波流动。魏岭面对如此柔弱可欺的夫君，再也无法把持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小相公生得如此惹人垂怜，不如让我一亲芳泽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我是个卖鱼的就可以肆意践踏我的感情？我一定会复仇的！为了守护正义与爱情，替月亮赐予我力量吧！掌乱战士，为领飞身。你以为我是个卖鱼的就可以肆意践踏我的感情？为领飞身，一定会复仇的！你干嘛呢？你怎么脸这么红？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这是什么？你这看的什么呀？什么将军？什么这？哎呀，还给我！看一下，还给我！看一下，哎呀，将军，看一下，还给我！将功来饭。哎呀，将军，看一下，还给我！将功来饭。此次将无进犯，就由魏将军率长栾军出征吧。儿臣认为不妥。父皇，当年江无关之战大败，主帅是谁？魏将军不会不记得了吧？陛下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二殿下此话有失偏颇。更何况魏将军于北境戍边多年，他最为熟悉兵路地形，确实魏将军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朕已经说了，此次出征由魏将军掌兵。事王
可还有疑问？儿臣没有疑问。你们呢？晚辈卫领谢过李太傅朝堂之上仗义之言。将军不必谢我，老臣不过是将越王殿下交代的复述了一遍罢了。越王，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。二殿下说笑了，我哪里会打什么算盘？不过是为朝廷尽忠罢了。要是羌吴此次来犯，怎么也没提前知会二殿下呀？休得胡言，本王与羌吴毫无关系。而通敌卖国之人倒是有一个，不就死在你面前了吗？将军，郭公子被越王带走了。什么？你到底留在卫领身边所欲何为？自然是有所图的，但我们夫妻之间的事说给越王殿下听，不太好吧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顾家二公子可没这么好的武功，你到底是谁？小人为顾氏奉劝殿下，不要成日里总把那些龌龊的心思放在他人之气上。他人之气，就你也配？别说，将军，殿下这次做的确实过分了。我过分，因为是他。将军，不妨事的，不要因为明珠和殿下生了嫌隙。哎，不必多说了，我知你心地纯良。将军，是明珠先动的手。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秧子能做什么？跟我走吧。魏将军，羌吴这场仗，本王也会去。将军，后备粮草被羌吴军烧了。将士们已经5天柴米未进了，没力气打了。把我的杀马杀了，要和他们对抗到底。杀马！将军，兄弟们死伤惨重，要不我们还是……我们长兰军不留这种贪生怕死的废物。魏主帅回来之前，我们谁也不准退。本王要亲眼看着你死在5年前你就该死在的战场上。你去越王府干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我想让你紧张我。我知道，有我在身边，只是因为我是顾明珠。我也知道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先太子。我自诩聪慧，但是到底多长的距离不会让你生厌？什么样的举动才能让你多看我一眼？我已经无法计算了。将军，我的意思是，小人渴求你。哎，我听不懂你这些弯弯绕绕的。我只问你，若我战死沙场，可愿以夫之名报我供牌，为我点灯？将军若战死沙场，我为将军收尸；将军若是凯旋，我等将军归家。我不死，灯不灭，人间路、幽冥路，我都给将军照着。好，我一定会拼死回来照顾你。傻将军，这件事我已经在做。将军，小人今日可以侍寝。不行，你手受伤了，伤得这么严重，不行不行！哎，将军，我要侍寝，将军，将军，我要侍寝，将军，小人要侍寝，为什么让我侍寝？我要侍寝。兵马集结完毕，等待将军号令。殿下，你说叫咱们回京是干啥？不会是要赏咱们吧？你呀，这满脑子想的就是军功。这战事传唤咱们回京，京内怕是发生了大事。出发吧。东宫太子结党营私，教唆卫领女扮男装，欺瞒圣子，废除太子之位，幽禁长宁宫。圣上，一切都是罪臣所为，和太子殿下无关啊！圣上，和他无关啊！太子一人便能换数十万长兰军的性命，只要太子的认罪书一呈上，
本王也能保你官复原职。是你将行军路线提前告知了江武举，通敌卖国的是你，开先认罪书的是你。如今证据确凿，魏帅怎么中间不辨是非不分，还诬陷本王？你就算不顾长阮俊，那老师他可还在战场苦撑着呢。还有大哥的家眷呢，若是你也死了，他们又该如何呀？殿下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呢。这是本君的决定，也是军令。若是前方无路，臣就以身作桥，望殿下前行了。本君只求一死明志，却厚颜无耻的要你活着，限你生不成奸，死不为重，让你陷入这不忠不义的骂名。你怨恨本君吗？没有，只对殿下唯有感激。那老师和四舅，这头发给你了。阿离，要好好读书背图，不可偷懒。这次就看着你了。殿下，殿下！若有下辈子，你学着如何过来吧。本君定在那最明亮璀璨处等你。到时，我们再做一世君臣。殿下已自救于长陵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啊！叛臣，魏林，他们说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背叛大哥，魏林，你说话吗？魏林，臣自请长守相吴关，为国戍边。兄弟们，此次出征，九死一生，只许胜，不许败。只许胜，不许败！只许胜，不许败！只许胜，不许败！越王怎么一直在咳嗽啊？听说昨夜府邸着火了。愿将军此战得偿所愿。我此行之路实为艰难，你若想抽身，还来得及。他人苦难与我何干？但若将军你在其中，那我便与君同行。将军，该动身了。出发！昨晚就应该把他给杀了。越是暗影的东西，命越硬。阁主，还是要杀了魏大将军吗？本座当年就应该把你给弃养的，这样就不会因为你的蠢，一不小心就把你给杀了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殿下，已经出发了。取消卫灵手机，是。大人，别杀小的呀！小的不知道犯了何错，惹恼了大人。不知犯了何错？你写的这是什么狗屁结局？本座追了这么久的霸道将军爱上我，你竟然他妈给和离了！啥？如此佳偶天成、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居然他妈给和离了！从现在开始，本座说什么你就给我写什么。是。于是愿与心相守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顾明珠如是给将军言。将军，这玉星关还是戒备森严啊。注意布防吧。以我苦心谋划这么多年，此战不容有失。阁主，将军已经抵达玉门关了。明珠聪面，一共就4个字，还能错俩？卖花轮喽！老板，你这簪子怎么卖啊？您是自用啊，还是送人啊？送人，生辰礼物。难道这是要送小板？啊，看来那位公子对你很重要啊。确实有那么一位让我想占为己有的公子，可惜我眼光太差，也不会选。麻烦老板帮我推荐一支吧。行啊，那我帮你挑一个，这个当下最流行的款式。那就听老板的吧，帮我把这个包起来吧。谁派你来的？我家阁主要你3经4，怎能领你到5经？将军，是令阁的人。这。几年不见，怎么还会喝酒了？跟你在一起总没好事。多了吧？你是谁啊？哎呀，排队的人这么多，排到你这儿，什么都不剩了。在这等着我。哎呀，王哥，上点饭吃吧！王哥，你行行好，给我点吃的吧！王哥，求求你了！不行不行，太子殿下让我和你聊天。王哥，我已经饿得眼冒金星，手脚发凉，四肢无力，快！行，来吧。你别让殿下知道啊！再来点吧，王哥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王哥，谢谢啊。来，喝吧。我不需要。你这人的脾气怎么跟茅坑里的石头似的？哎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，我又不用你还。你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阿半，我叫阿半。阿半，以后我罩着你啊。不是说好了我罩着你吗？主帅，我进观礼了。从今天起，我的字便是将归。将归？你是挺犟的。等这场仗打完，咱们去离清月很远的地方，就我和主帅。你不是一直想看看蝴蝶吗？塞北苦寒找寻不到，但南阳山眼间总会有的。若真到了那一天，山河安定，百姓富足，我倒真想变成一只蝴蝶呢。苍天为盖，瀚海为席，
无风自斩，岂不快活？不过本将军倒是可以做个逍遥散仙，你呀还得建功立业成妃呢。到时候你们生了娃儿，本将军当个干爹行不行啊？就你也配？我说你小子喜欢什么样的呀？这跟主帅我也说了呗，本将军也可以帮你寻摸寻摸。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阿爸，我和殿下回来之前，江湖这场仗你给我顶住了。好，属下誓与长兰君共存亡。当年没资格跟我提当年。我当时不那么做，你会死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死，我们都可以死，我宁愿你杀了我，也不愿见你替李世风骨换锦绣。我的浴血奋战，主帅为何先降？因为你是阿爸啊！将军，我们家公子被玉轩城主掳走了。林主，林主，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俩没事吧？这里很危险的，你们快走吧。魏将军，你们长话短说。这不还没说呢吗？江武使臣见过顾公子，下官是魏将军的人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将军此次前来是有个解救的办法了。明珠放心，我已经打听到小王爷今日在宫内大摆筵席，所以呢，我和七七就打算伴奏舞女潜入宴会，趁他们喝酒的功夫将他们迷晕，趁此拿下玉星城。下官觉得您伴奏舞姬这件事，还需要谨慎考虑一下。哎，你放心吧，那本将军可是悉心研习舞技和易容之术很多年了，对此那是感触颇深啊。当年若是没随太子出征，现在恐怕也是名动京城的舞姬了。还望这女三思啊！哎呀，不必多说了，本将军去意已决，在这等我啊，我去去就回。哎，将军，没想到将军竟愿为了我牺牲美色。不行，往里走，进去，看什么看？推我，我自己能走。将军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们没事吧？该死，居然被他们识破了！将军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你们两个把那个人。将军，哎，将军，哎，公子，将军，你们带他去哪儿啊？哎，你们放开他！喂！来干！哎，这是谁呀？哟，你们看看，这就是星月战神魏领的夫君，让本王在春雪宴上饱受侮辱，如今不也成了我们羌吴的阶下囚？你不是挺会吟诗的吗？要不然你给我们大家举起乐！你们刚才也是这样拿我夫人取乐的吗？一帮砧板上的鱼也配得上取乐？你是在笑本王？来人呐，将此人凌迟处死。好啊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取乐，那本座就好好教教你们什么叫寻欢取乐。小王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能抓得住本座，并不是你的本事，而是本座先找到的你。明珠，将军，将军，又是令哥的人，先带他回去。今夜子时开始攻城。大王，玉星关事上，小王爷被俘，长文君已经行击到魔都城下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魏领带兵反京，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合围之势呢？除非大王，长文君从始至终从未离开过北京。啊！魏领将军，你们怎样才肯退兵啊？那外臣就直说了，
我要5年前皇上与二殿下互通的密函。放肆！你这是在污蔑本王！如今外臣的兵马都已经守在城下，就连您最宠爱的王帝也在我们长兰军中做客。本将军是能保他一时平安，但外臣的那帮兄弟们都粗惯了，可不晓得怎么伺候着金枝玉叶的贵人。哎呀，要是少了条胳膊，少了条腿的，皇上还请莫怪啊。哎，好，行，我把何某的密函交给你们，你们立刻退兵，并且安全的把王帝给送回来。哎，您这可说的是2个条件，密函换王帝，至于退兵，那是另外的价钱。你们这也太过分了！你到底想怎样啊？15年的边陲太平。15年？你们侵略，这是想趁机勒索呀！啊！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你们没得选。殿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萧四九，如今在哪儿？将军，吴公子请了。将军，你没事了？没事，明珠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将军了。小伤不打紧了，幸好将军昨日派人救下了明珠。你说他们昨日救了你？是啊，但后面的事情明珠就记不太清了，好可怕。没事，现在不有我在呢吗？有杀有救，这令阁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我提一句啊，诸位将领们，此次大败羌胡，一雪前耻。今天我们举杯畅饮，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好酒啊！越王殿下，末将敬你一杯。顾公子，下杯该你了。隋将军，我这家夫啊，他不善饮酒，这杯该是晚辈敬你。好，竟让七主帮忙挡酒。我看出了这副皮囊，也不知道魏将军看上你什么了。美貌也是种本事啊，至于看上我什么，殿下试一试，不就知道了。隋将军，你可知道我这把刀削铁如泥，在场所有将士中，只有您才有这个荣幸，让我给您刮刮脸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老隋愿与魏将军几位兄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推我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没看见我和隋将军在那儿？哎呀，我的好将军啊，你忘了隋将军那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了？你这真是婆婆妈妈的。越王殿下的，我敬越王殿下一杯。来，马上喝，喝。你这脸怎么了？无事。你脸上怎么？不是。我和魏林那是过命的交情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算什么东西？我和将军那还是共赴云雨的关系呢。胡扯！魏林打的呼噜那么响，根本不可能有人在他旁边睡觉。哼，有我在他身边，他才能睡得香甜踏实。他饿了，本殿下做军营的吃食给他。这大字不识一个的时候，是本殿下一个字一个字教的他。他那是吃的多香，那是睡得香。那真是多谢殿下了，不然我还收不到我们家将军那错字百出的情书呢。明珠，你我恩爱两不疑，我不给。自从你我二人梁人缔结，定成家偶。闭嘴。就行了。
果然，这清月的山山水水，本将军总是看不够。我幼时家里突遭变故，快饿死在街头的时候，是太子殿下救了我。他教我，做女郎不必困于闺阁，做男儿也不是不可投币鲜花。殿下用心待我，我定以军功相报。于是我背着他从了军，只为能在战场上护他周全。他死后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守护好他在乎的一切。殿下，这清月河山，别人给您守住了。那，你守好你的清月，我护着我的将军。你个文弱书生，拿什么护啊？哼，谁知道呢？你为何从不觉得我是叛臣？因为你看我的眼神里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贪婪，还有掠夺。你的眼中只有我。你是在勾引本将军吗？愿者上钩。亲了，终于亲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总感觉好像还少了些什么。77。哎，姐姐，你有没有觉得公子和将军自从打完仗回来，他们俩怪怪的呀？我竟然强吻了顾明初，费灵，你可真是酒壮怂人胆啊！为何我总会想起？你给我清醒一点，卫林！将军，来擦擦汗。不行，绝不可以倒在他的碗里。将军，这个字要这么写。将军要专心，不可埋怨到水明珠啊。哎呀，你练字就练字，离我那么近干嘛？今日不练了。阁主，他这是在厌恶本座。哎，您别多想，反正您不是劲都进来了，只要将军不和离，您永远都是将军府的男主人，唯一的未故事。将军不是薄幸之人，绝不会对本座始乱终弃。哎，女人都是这样，将阁主您这种懵懂无知的情场纯良骗到手就不管了。哎，怎么会变呢？我们都那个了。阁主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倦怠之期啊？果然，他定是看如此轻易就得到了本座，便逆位了。哎，阁主，77有一计。你确定这真的有用吗？将军体内定是中了什么邪物，属下特地从玉清观请来了玉洁之水，为将军驱逐之。到时候您和将军必定能重归于好。好，那你去吧。啊？您不……本座当然在这里等你了。江77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将军，我想给您洗洗脸。你是不是想死啊？将军，出去！将军，二皇子差人送来了这个。韦爱卿此次北征平乱有功，封镇北将军，赏黄金1万两。谢圣上。臣还有一事，望圣上成全。哦，爱卿还有何事啊？
此次重击江吴，越王殿下御兵有术，有勇有谋，堪当大任。臣降。臣愿将长鸾军主帅令奉与越王殿下，以为边疆百年太平。好，朕允了。老实骁勇善战，多谋善断，倒是有几分朕年轻时的模样。好，朕便再准你，以藩王之名久居国都，和魏将军学习用兵之道。儿臣定不负父皇，魏将军所托。这是破了圣上，这是破例了。难道圣上有意立越王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很有可能。好了，众爱卿，有本起奏，无本罪朝。你把萧四九怎么了？魏将军，这里可是皇城，漠视了体统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别来本将军！任北将军，打赢了仗怎么还这么大火气啊？魏林，就算你拜将封后，也不过是个女人，只会感情用事，处处软肋，如何斗得过我？我是女子又如何？军符印我已经交出去了，我现在手里再无实权，做什么也绝不会牵连长鸾将士。所以萧四九最好无视，否则我定以命相搏。陛下，魏领公然将兵权交于越王，莫非是皇上的意思？谁能想到，当年心思单纯的萧越王，如今到长城把利爪悬在本王喉咙上的猛虎呢？我们要赶快动手。殿下，越王拿着圣上御赐的令牌，带着府兵将郡主带走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你去把参与此事的人都给本王杀了。是。本王让你去调查顾城远家的事，有消息吗？回殿下，已经查到了。魏大将军，你这枕边人的怒可还不少。全城搜索，务必找到郡主。随我将狮王府围了。将军，您这么做不是正中二皇子下怀了吗？我顾不得这么多了。阿莲，郡主，小儿好想你啊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多谢越王救下四九，一切都是卑职疏忽，差点酿成大祸。本王不是冲你，四九是大哥唯一的血脉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本王也难辞其咎。那个顾明珠，她绝非善类，义军主帅应该没有傻到看不出来吧？我本王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皇位本王要争，谁挡了本王的路，本王就除掉谁，你也不例外。但你若是站到我这边，本王什么都可以给你。魏将军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大家都听好了，郡主侍田，饮食上一定要多加注意哦。还有，赶紧联系织衣局的工人，专门为郡主织衣。郡主的肤质娇嫩，衣物上也一定要万分仔细哦。雨琦，你这段时间也不用忙别的了，专门负责郡主的衣食起居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吧。明珠，我看你那个房间的朝向不错，要不然……阿莲，每次我来你都手忙脚乱的，郡主咱可亲自端茶。快来！哎呀，九儿已经长大了，阿莲早就不是九儿的那个小侍卫了呀。但是您还是卑职捧在手心的那个郡主啊，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但是卑职还是得说一句，您这次从封地返京，知道有多危险吗？要不是越王及时赶到，恐怕真的就……这位就是阿里的夫君啊，长得可真好看，本郡主见了都颇为心动呢。那真是不巧了，小人也有天定姻缘。是不是天定的姻缘，可说不准哦。将军，今日该练字了。阿里，今日天气好好，陪九儿放风筝去吧。好，走。这是明珠在长丝坊为你定做的毛笔，这样写字就能舒服很多。阿里，这毛笔好漂亮啊，九儿好喜欢。郡主要是喜欢，就拿去好了。我平日里舞刀弄枪的，也用不了这样的。将军，这毛笔粗陋，恐怕配不上郡主尊贵的身份吧？顾公子，本郡主说喜欢便是喜欢，而本郡主喜欢的就得是本郡主的，你说是吧，阿里？哎，你呀，就是要天上的月亮，我也会摘给你的。阿里最好了，我们去吃点糕点吧。来，吃这个，谢谢阿里。这个好吃。
琪琪啊，你们家公子身体还是不舒服吗？阿莲，他不想吃就不吃呗，一顿不吃饿不死他。将军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竹叶糕。这山珍海错固然美味，但唯有这青绿素食才最是养胃。阿里不喜吃甜，还是试试九儿准备的醋鱼吧。公子也可尝尝，这兴许也是你会喜欢的味道呢。郡主有心了。将军，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我今天已经吃饱了，你们先吃。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。将军这段时间忙于照顾公主，还有时间抽空来见小人呢。明珠啊，我问你件事儿，希望你能据实以告。将军请讲。你是不是喜欢？是喜欢。49。什么？嗨，我就说嘛，这2天看你们怪怪的。不过我这几天发现49好像确实对你有意啊。嗨，我们那婚事确实是我强行逼迫，你要是想走，自然可以啊。不过49可是我的掌上明珠，可这以前天王老子我都看不上。像你现在这种病殃殃的，万一要走在我们家49前头，难道让他替你守寡呀？你先为了他撵我走，魏丽，你就是块雕都雕不得的烂木头。将军，请放手，我不是你随便一拉就会回去的。自从他来到了将军府，你就从来没问过我吃的好不好，过得怎么样。好吧，既然将军你有话要说，那我就姑且听听看。你要说，他说本座喜欢什么萧49，还说本座配不上他，真行啊！还说本座有朝一日还死得比他早，本座偏不如你意，本座就算是死也不放过你。是，阁主你消消气。一个萧半，一个萧49，本座今天是捅了你们皇家的活力窝。哎，阁主，77倒是有一计，这次一定香。江77，这就是你的办法？大人，哎呦，老爷，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啊？我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做了呀。阁主，这个显化本的确实是对男女之情深有研究，世间难寻。经过他的指点，您一定能重夺宠爱。哎，大人，您是不是觉得您夫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无可替代之人？继续说。啊，并且周遭莺莺燕燕，蜂拥已聚，令您防不胜防。你到底是何人？大人要是不嫌弃，这个画本会给您答案。《环环传》这个画本讲述的是一位郎君与夫人正是新婚燕尔、你龙我龙之际，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夫人亡夫的替身。负心薄幸，欺人太甚。阁主，这就是替身文学啊！哎，不光如此，他还发现自己的夫人逐渐迷失在众多的诱惑中，曾经的海誓山盟，如今竟不敌新人唇边的一抹春色。卧榻之上，牺牲他人酣睡。阁主，你怎么？不是，眼中刚刚略有酸涩。但是，这位郎君却利用自己的非凡头脑和雷霆手段，在一众莺莺燕燕中釜底抽薪，杀出一条血路，最终成为了夫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皎皎明月。77，把这些画本给本座统统包起来。是。哎，大人，您一定要成功啊！小人在这里祝大人成功，真好，真好啊！哎，大人，您什么时候放小人出去呀？大人，涿州黄酒醇厚甘甜，顾郎君既然经过，何不赏脸与我共饮一杯？顾郎君可知阿岭曾是我父王肩上音，虽也曾领享九孝，却终因父王的离世，此生难安，不得归巢。从此以后，他越是在意什么，要远远地望着，不碰就不会碎。但那日，我第一次见他，是那样的不舍，那样的渴望。阿莲，你看九儿这风筝放得多高啊！
阿莲，可这拂晓之月本就是我先看到的。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。小哥哥，女儿不喜欢你这样做。哥哥说，你们这样都是因为太饿了，只要吃饱了就好了。真好吃。七七，属下在，把他送去西域，无论什么地方，只要是离京城越远越好。阁主，郡主她可是将军的心头肉啊，所以我已经留他一条命了。本座想通了，与其学习那些为夫之道，倒不如直接从根本解决问题。将军疼爱你，我就卖掉你，做得干净些。是。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四九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都找了。厢房呢？都没有。那这人去哪儿了呀？将军，这是在找什么东西吗？四九不见了。郡主昨日便回封地了，临行前还怕将军您难过，特地托我将这毛笔还有玉佩交给你。哎，这四九还跟小孩一样来去如风的。不过你还是差人沿路跑一趟，他安全抵达我才放心。是。明日便是上阳节了，听说这上阳节十分热闹，不知可否能与夫人同去？夫人？是啊，夫人，我的夫人。人月生活是精神节。郡主，你别跑了，七七一定会安全把你送到西域的。胆大包天的东西，竟然如此对本郡主！他一个郡主，怎么比我这做杀手的还能跑？我萧四九集美貌智慧和财富于一身的清月郡主，竟然会被那个矫揉造作的贱人所暗算！郡主，你饿了吧？我带了些食物。你不松开，本郡主怎么吃啊？您是金枝玉叶，七七主要是怕你饿着。就这么点，够谁吃的呀？喏，给你。小人哪里配吃啊？这都是给您的。给你就拿着。郡主，您真好，我把了你，你还惦记我饿不饿？你哭什么呀？小人长这么大，只有您对我好。我主人天天嫌我笨，整天就想着杀了我，那我也不想这么笨呀。那我对你那么好，要不你放了我呗？除了这个什么都行。这什么人？吃个鸡腿还吃一脸，跟个傻子一样。你是狗东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您不是让我亲吗？你有病啊！公主，我会负责。呸！你还负责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配负责？过来！那我不负责了。什么？你竟然敢不负责？你想死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在刚刚，顾家一家老小一个活口都没有。这是从顾神远身上发现的。认罪书上写明了他们一家被令阁控制。令阁阁主江卷为了盗取魏家的盐狱，伪装成无人见过的顾家二公子。若真是如此的话，这个江卷定是二殿下的人。江卷，来人看一看啊！老板，给他一个，这不对吧？什么时候来啊？莫不是今日下朝还有军务要处理？或许是迷路了吗？难道是来的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？云珠，我还从未见过你穿成这样的。穿着艳色衣物的主角往往能惊艳众人，获得心爱之人的另眼相待，画本诚不起我。因为我想让你第一眼就看到我。哎，你看，那有射箭的。前一次射中便有大礼相送，一品婚后。好，夫人好厉害啊！云姑还从未见过如此高超的剑术的。话本有云，要主动创造肯定对方的机会，请君注目。好，夫人真棒！夫人，恭喜这位姑娘获燕铁刀一柄。啊，这算什么？还把我眼睛蒙上。云珠，看本将军来给你露一手。夫人，连射3支箭，让他们看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好将军啊！你这剑术在军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差，睁眼都不一定射得准，你还把眼睛蒙上，万一伤到人怎么办？哎，
明珠，在这等着我啊！夫人，你慢点。来看一看。对不起啊，你明明很期待的，我却都搞砸了。我期待的从来都不是什么上阳节，而是和夫人你相识后的每一天，你看见我的每一眼。我期待的是与你有关的一切。夫人的心意不能后悔。从前无言，你始终在身边。明珠，这个我本来想等过2日你生辰时送你，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更合适。这只簪是送给我的，所以你是不喜欢吗？我喜欢，我太喜欢了。来人，把我拿下！月王，这是何意？顾家满门今日全部惨死于京郊南坡，包括顾明珠。作为魏将军，不如问问你这冒牌夫君，他到底是顾家2少爷，还是令阁阁主江俊？月王殿下，此事必有隐情。顾承远清清楚楚写了，他们一家被令阁控制，令阁阁主江俊假扮顾家2少爷，就是为了盗取颜玉。说够了吗？本座早就该杀了你的。所以，小婉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不是的，灵儿，我没有杀顾承远他们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是一直都在骗我。顾明珠，江俊，看我被耍得团团转，很好玩是吗？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错了，灵儿。我本以为你是我这京城中唯一可以触碰的塞外风雪。魏林，原来就是你害得本座如此难堪啊！还是你觉得本座是无心的恶鬼，本就不会痛？阁主，都是小人被朱由蒙了心，才丢弃了2皇子，小人罪该万死。那你就去死吧！去，说萧四九在本座手上，魏将军要是不想他有事，就随你来令阁见本座。是。一刀2断。魏将军，恶鬼才难缠啊，恶鬼才难缠啊！灵儿，你把萧四九怎么了？你要是敢动他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放过我最好，你恨我、怨我，都好过我得而复失。将军，你是匪，我是官。若我再见到你，我只会杀了你。是啊，你居然向我挥刀，你还杀我？是刀柄，我那么做是为了救你。你居然用刀刺我！我要是不那么做，你会死的。你觉得我怕死吗？我怕的是你不爱我。灵儿，你要是不想萧四九有事，那就只能留在我身边。你这个疯子！是啊，我就是疯子。那将军就陪我疯下去吧。
既然水中月捞不得，那我就跳进去，与他共沉沦。灵儿，我知我做饭难吃，特意学的，你尝尝。或者你想吃什么，我让他们去给你做。江阁主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灵儿，我知道你想杀二皇子，我可以做你的刀，做你的棋子，只要你让我杀，谁都可以。我只需要你，别不要我，好不好？我们之间的杀戮欺瞒，我不可能当做没发生过。梦幻尽失去，深深独有记着你，与你独照夜在风中四季。我一颗心，我很给的是顾明珠，而不是将军。心中尽是你，将春风接续你家以来，恨心也甜蜜，水中月老为妻，才见我上他就去。你走吧，小死就他不会有事的。你心爱的，我们就都会护住的。你告诉明堂，我十恶不赦。我本以为你是来救我的。将军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越王对山人来好几次了，我谁都不见。将军，我来陪您喝点。太子死后，我一度不知为何而战。我想，谁能来杀了我？不然，别来救救我。将军，他听到了，还来了。我第一次动了独占的心思。你说，这樱桃明年什么时候开啊？岁岁年年都是什么时候开啊？将军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就说我爱你，我信你。是景啊，将军。哎呀，还给我！看一下，还给我！看一下。将军要专心，不可满眼都是明珠啊！结发为夫妻，将军要战死沙场，我为将军收尸。将军若是凯旋，我等将军归家。恩爱两不疑。那，你守好你的清月，我护着我的将军。不管你是将军，还是顾明珠，我信你。禀圣上，顾尚书鼻中检出了曼陀迷烟。倘若顾氏一族被令阁所杀，那这实为多此一举啊！臣认为顾家被屠一案尚有疑点，还望圣上命大理寺彻查此案。卫青，此事为令阁所为，朕已下达诛剿之令。朕知道这将军假冒顾明珠哄骗了你，莫非你还在执迷不悟？将军是臣的夫，他若是做了，臣自刎谢罪。可他若是没做，臣便还他清月。放肆！朕信任你，器重你，竟送得你如此居功自傲！来人，为令拖下去，剥夺三官，杖100。圣上，此案尚有疑点，还望圣上明察。圣上，此案有疑，望圣上重审此事。圣上，卫灵，
这还掉下去就会死的。我去求父皇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父皇，您放过卫灵吧，他只是一时糊涂啊！父皇，父皇，儿臣从未求过你啊！父皇，来人，将越王诱进府中，10日后回返封地。我你是儿臣的主帅啊，儿臣不能看着他死啊！父皇，你如今任性妄为，可还有半分身为臣子该有的样子？父皇，儿臣求你了，父皇，你个逆子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你怎么了，父皇？他怎么样了？禀阁主，小人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剩下的就得看魏将军自己的造化了。若是在明晚之前无法平息内气，恐怕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了。放出消息，就说皇帝病重，有依立越王为太子。是。七七，暗中围了将军府，有意靠近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阁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此生罪孽深重，但我所爱之人平定山河，护佑百姓，他是我从未见过的好人，一切皆因我痴心妄想，所以他所有的苦难应由我来承担，以赎罪孽。越王殿下，涿州守备军已按照您的吩咐，在京郊隐蔽驻扎下了。卫灵怎么样了？属下还未探到。如今是何年了？回越王是清越元年。你即刻出宫，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他带给将军，他会知道怎么做的。是。清越元年，原来我已经被他困在江武关5年了。阿离，你终于醒了！你昏迷的这5天，可把九儿吓死了。郡主，你没事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担心我？郡主，我昏迷的这些天，都是你在照顾我吗？是啊，我这锅里还炖着汤呢，得去瞧一眼，我给你端一碗来。你当是谁啊？原来是我那不敢见人的莹若夫君啊！将军，那个字念雷，怎么不叫我夫人？当初是你设计我下聘娶你，我也3书6礼迎你进门。如今我这100丈，这一身军功，都一并还了清远。所以现在我只问你，我不管你是顾明珠还是将军，你愿不愿意与我卫理相守一生，永不相负？两端人世人纷纷，爱他双眼不染尘，交会自伤，我心上方寸。何惧风雪与加身，我今再又是一春。我这次杀人，为你受事，你要凯旋而归，我等你回家，我怎么会不答应你？夫人，我多想就在今日，将我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献给你，但你却让我无法再进一步。将军，我并无此意，请不要怜惜我，也不要再后退。拉着我走近你，邀请我贴近你。我也
必无此意。我无法忍耐了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哎，江主，你不是让我们一直守着将军吗？阁主，我们在看话本啊。今天晚上有我就够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哦。夫人，仔细想了想，我也并非全无此意。夫人，我来吧。你还会这个呢？你夫君非但会，而且还十分精于此呢。哎，我们家将军和你家阁主那叫一个蜜里调油啊！我刚过去送东西的时候，还看见他又给我们家将军描眉呢。阁主在干嘛？描眉啊！一定要快，绝不能让阁主动手。本来我们令阁也是个正正当当的杀手组织，出现这恶名昭著的名声，都是因为我们阁主有一个难以克制的爱好，他最是喜欢将军给人换名妆。姐姐，你看他化的妆好看吗？我夫人五官周正，当然好看了。夫人，你现在的妆容与这件衣服倒是十分匹配呢，试试。要不然还是算了吧。那你这还是不信我？这是一码事吗？是啊。那我坐在这儿我干嘛呢？我还让你给我化妆。爹娘，阿里代夫君来见你们了。他虽看起来温和仁善，但实际心思歹毒，绝非善类。但你们放心，阿里日后一定好好归结夫君，走向正途。来，夫君，将你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给我爹娘听。真的要这样吗？今日以后再无欺骗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晚辈将军，那我就从8岁那年开始说起吧。我当时实在是太饿了，只能偷窃行骗。我偷了孙阿婆一个烧饼，钱周底孙一夫人5枚铜板，赣州吴家杜郎屠夫30两白银。那个将人外贪赃枉法，我骗他500万两白银，算是少的。后来我被师傅带进了令阁，那里便是斗兽场，要么杀人，要么被杀，只有舍弃一切手段才能活下去。但晚辈从不杀充性之人，那些个名门正派，杀人如芥，装的一副慈悲心肠，背地里什么勾当都做。于是我手起刀落，直接就……发生什么事？他们掉下来。各位祖先，我家夫君不通人事，还请诸位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日后阿里一定带他看很多人间的风情，他一定会变好的。我会教他的，我会牢牢抓住他的。我呵斥三思，殿下，这恐怕不妥呀。父皇病重，老师明面是没法，实则天天在塔前施计，连街边的10岁小孩都知晓父皇有立他为主。卫里虽是护兵府，却还有那封密函，所以这一局本王有先发制人。那咱们老师鬼迷心窍，意图篡位，父皇气怒攻心，当场变天。二殿下，卫领之长栾7号率兵，现已攻进皇城。卫林早就不是主帅了，何来的兵马？何来的长栾？二殿下，玉王率兵闯进喜兰殿，将皇帝带走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们听着，禁军守卫城中已被本将军挥刀斩于马下，还有谁想做反贼？降兵不杀，尔等叛贼还不速速缴械投降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本将戍边反清，就是圣上授意。你5年前与羌吴战前互通的密函，我早就传给圣上。圣上驾到！
仙儿，朕给过你机会，朕给过你很多机会。朕已经杀掉了一个储君，不想再失去一个儿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给过我机会，你的眼中只有大哥，大哥死后都是我在辅佐伺候你。你竟然要立这个非嫡非长的黄口小儿，你何时才能看到我的好啊？通敌卖国，杀兄弑父，你这样的乱臣贼子好在哪儿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本王何错之有？郡主，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。魏林，你若不想他死，就给本王滚！好，你不要伤害四九。对不起，阿里。郡主，郡主别怕，阿里会护你周全。阿里，我真的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样子。魏林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就算你封侯拜将，也不过是个女人。一个女子如何赢过我这真命天子呢？是吗？本郡主可忍你很久了。来人，将二殿下拿下，以待候审。杀了他！圣上，朕说杀了他！臣特来与太子殿下辞行。此次一别，再见你，应该是下辈子了吧？臣已为太子平反，您如今也已被立为储君，而后的日子，臣想为自己而活。苍天为盖，瀚海为溪，没想到最后被困在这宫里的，竟然是我。本王竟在塞北这样的苦寒之地寻到了一只庄周蝶，将军见了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本王是如何回来的？也是仗打赢了，对不对？果然，只要有魏主帅在，就没有仗是打不赢的。魏主帅呢？大哥呢？殿下，太子红了。本王得知大哥死讯的那天，也得知了我的主帅是个女子。本王困顿5年，画地为牢，百思不得其解。魏将军，你说我是该爱你，还是该恨你？都过去了，殿下。苦衷如深渊，如何过得去？那就请您别再相欠了。也无需爱我，也不必恨我，就只是厌恶着我吧。下次我再请你和妹妹离我相见。下次无论臣如何摇尾乞语，花言巧语，也请您不要动摇，不要回应，就装作从不认识我那样度过吧。恭贺魏主帅凯旋，我就知道魏将军一定会赢的。这是臣唯一能为殿下做的。说出唱戏劝人方，3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谁见正道是沧桑。上回说到，这魏林剿灭叛军，为安圣太子平反冤情。咱们这一回便来说一说魏将军强抢令阁阁主的荒唐事。他为什么要强抢这位令阁阁主？又是如何把这恶名昭彰的令阁阁主取到手的？大家想不想听啊？爹爹，我上回听大人说，娘亲以前还长胡子啊。是啊，爹爹都是你娘亲抢回来的。走吧，花儿，还记得怎么跟娘亲汇报吗？爹爹没有给我买冰糖葫芦，爹爹也没有把欺负我的男弟子踹进池塘，爹爹更没有把打我手板的夫子带进棺材里。那要是娘亲不信怎么办？那就说都是亲手干的。哎，真乖。走吧。你说什么？阁主，我是真的喜欢郡主，想与他厮守一生，希望您和将军能够成全。你小声一点。
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你喜欢谁不好，你喜欢萧四九。更何况现在你才是阁主，本君只是个山野村夫。你嚷嚷这么大声，让隔壁邻居听见了，我怎么办？是。总之这件事情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夫人不能知，否则啊，我都保不了你。这样吧，这段时间你先去外面躲一躲，等我摸清楚形势了再叫你回来。阁主，您的恩情，七七如何偿还？将军，你的宝贝女儿前脚刚气病个夫子，这后脚就去钓鱼，你这一天到晚的能不能管管你女儿啊？最近为夫明明就是在相妻教子、勤俭持家，这等到被经营的事，你还在这儿给我狡辩？你看我把你钓竿掰了去！夫人，七七要娶萧四九。什么？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成婚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。阁主，你，夫人我错了。你要娶萧四九？阿莲，我们是真心的。夫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错了，爱上本郡主是错了。江七七，本郡主还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晚了，回不了头了。你给我等着！江七七，我今天把你当皮包了！夫人，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，要不然别跑！阿里，别打了！你这个畜生啊，真是长本事！快来看脸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阿里！近来无事，不如本将军再娶你一次。好啊，那你就不用来接我了，小人自会穿好喜服前来找你。魏将军，小人顾明珠来嫁你了。平常从不明着。将军您醒了。谁比云间霜雪凌月，将军，将军，小人今日该侍寝了。将军，人小说的心也生花开月。那管人世纷纷，爱他双眼不认真。小人要侍寝。我心上芳魂，这句风雪月加深，过尽再又是一春。日月为证，这个字要这么写。他山冰雪入心门，血色黯然他就算甘心，不可能有出处。再替我做个阴阳，再替月为连理智。只要能和将军要庄庄我长长久久，顾明珠是何愿意？如何能今晚上？好啊，有种！将军，你喝多了，别喝。真是扫兴！你怎么脸这么红？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将军，今日该练字。没事吧？将军，我只是怕你。左右心无心探问，为他浮沉，只求这剑客安生恋。月色温存与冥冥交织，那管人世纷纷，爱他双眼不认真。交过此生，顾明珠，这句风雪雨加深，过尽再又是一春。日月为证，唯待今生。他先明月入心门，血色黯然他三分。困我时辰，燃心里的灯。从此命运的掌纹，难拘束自在余生。借了今生，命运同样天真。往事电影中封存，相携手坚定眼神，风霜余生，路过几种黄昏。都是谁呀？风雪雨加深，过尽再又是一春。日月为证，唯待今生。在原本寻常红尘，难得荒唐心一程，得他手肯，醉在明日星辰，不再寂寥的人生，除去黄土被黄坟，百年两生就永生何为证？那江阁主今晚要不要侍寝啊？那是本将军还是得两将军的将亲？那将军动手，